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最近我是被整麻了，所以本期呢，我们就换个现代战争的题材。如果你们喜欢现代题材的话，还请多多三连。毕竟咱是一个纯靠激励的全职 UP， 最近的播放属实不太好。那可怜话呢，就说到这儿。本期这个对决呢，我是突然想看看一些老旧的装备能否在现代战场上和高精尖的装备硬碰硬。所以在这儿，我给守军部署的只是4台 T62M。可以看到他们的炮塔上还附加的有这个勋宗之眉，模组里标记的他们是1983年的型号。然后伴随他们防守的步兵连呢，装备有4具短号，还有2具婴儿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在最后方的高地上呢，还停有4台这个金合欢自行火炮，这玩意儿也特别老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模拟的也就相当于是处于一个非激烈战线的2流部队的炮兵阵地。而在这个进攻方这边呢，我给他们安排的就是一个经典的阵容了。但我还是得提个醒儿，咱这只是游戏模拟的视频，与现实无关。在模拟开始后呢，这4种战车就会在河岸的这边被随机的刷新出10至30台，具体多少台我控制不了，只能看这个模拟器的心情。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好戏吧。好嘞，在这儿抱抱大队已经出动了，他们的后方还跟有布雷德利以及 M113，每台运兵车里呢都坐了大概1个班的精锐步兵。今天这个编辑器稳定发挥，在地图的另一边也给他们刷新了大概有5、6台战车。现在有一个反坦克导弹已经飞向了抱抱，它似乎是同时被一发导弹还有一个152的榴弹击中的，在这儿它燃起了大火，成员撤离了。而剩下的战车呢，现在都无视这台趴窝的车子，继续往前冲锋，因为不冲的话就都要被堵在这儿干掉了。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这个金合欢的炮兵阵地。那金合欢的这个152榴弹炮呢，可以发射一种带有很多小破甲弹的这个集束炸弹，它们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进攻方的这个车队越密集，损失也就越惨重。然后可以看到我在树林里其实还给这个守军部署了战防炮，在开头的时候我并没有介绍它们。这种老炮是100毫米的口径，跟 T55的那门炮应该是差不多的。虽然打不动豹2，但是打这些步战车还是足够的。可以看到在战车被击毁后呢，其内部的步兵班也是很聪明的，立马撒丫子就往回跑。这个反应其实挺真实的，估计在现实中绝大部分人都和他们的表现一样，为了活命嘛，这一点也不可笑。战斗进行到这儿呢，左边的进攻方就被全灭了。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正面战场的这个战况如何。其实在这里我是重新开了一把，因为战争之人的编辑器并没有回放的功能。这个地图看似有一道河流作为天险，但其实除了一座桥以外呢，还有2处浅滩可以过河。这边呢算是防守方的主要阵地，放眼望去就可以看到3台 T62M 只将炮塔给露在工事外面。T62这台车虽然老，但它的115主炮呢也能发射一种炮射导弹，穿身还不错。但对于豹2先进的复合装甲，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儿他们被击毁，只是因为露出了侧面。抱抱车体上的这个特效呢，代表着它正在使用某种主动干扰装置去扰乱防守方射出的导弹，但真正打它的呢，却是一发152毫米的榴弹，这波直接就让它火冒三丈了。原本我想着在开打之后呢，这些 T62M 会被豹2乱杀，结果却是守军的导弹和炮弹优先打掉了豹2，而他们要对付的只是一些装甲车而已。这个155炮打这些装甲车还不是一炮一个吗？模拟进行到这儿呢，进攻方就只剩下2台卡住的车辆了，一台豹2卡在了这个河滩上，然后在桥的这边呢还有一台布雷德利。那么我们在这儿就手动操作一下，用这个第一人称来看看这个进攻方一旦露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吧。当然我们手操的话就尽量打得好一点。我们现在装备的默认应该是钢针啊，然后那边那个 T62太远了，我们就试着冲上来把这台 T62给干掉。但是可以看到守军的导弹已经过来了，那我们在最后一刻呢开了火，还得益于这个豹2是有
稳定器的，所以它在移动中呢也能开火。那么一发现代的这个长杆的拖穿呢，就打穿了这个 T62的眉毛，直接让它的车内着起了大火。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再整这个憨憨的卡住了的布雷德利，它有这个导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切换到这个导弹，慢慢的往前开，然后看看它的射程。这个游戏里的载具的这个武器射程都还是挺近的，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射程就被这个守军高地上的这个152榴弹炮给击中了。那本次进攻方的行动呢，到这儿也就彻底的失败了。不过游戏模拟嘛，和现实并不能相提并论。在现实中呢，像是视频中防守方使用的这些老装备啊，他们确实还在服役，虽然各项性能都无法与现代服役的先进装备比较，但若是能在这种有利的地形下相互配合好，让对手把弱点暴露出来的话，还是可以轻轻松松地打败他们的。然而现实中的战争早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像是守军这样规模的阵地，就不说后方高地上的金合欢了，那躲在树林里的战防炮恐怕都得一个不剩的被炮击提前打掉。所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这套战争模式都是非常恐怖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到战场上的士兵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在这儿还是希望各位观众不要将现实中的战争也当作乐子来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